你在街头时猛然发现街头地点外竟突然出现大批鬼子，这让他瞬间心里一惊，因为此刻他的上级就在屋里。可奇怪的是，他脸上没有丝毫想要营救的意思，而是立马扭头逃跑。而他这逃兵的行为却是眼下能否继续潜伏的关键。他之所以如此果断地放弃上级，并非见死不救，而是因为屋里的这个上级费正鹏根本不值得他去救。原来就在鬼子出现的几分钟前，陈山正伪装成一个大胡子与费正鹏在屋里接头，而他刚踏进屋里，立马就察觉出气氛不对。过来吧，不用这么小心，这里是安全的。老板，《蜀山剑侠传》上新本了吗？小心无大错，谨慎的人总是活得比较久。费正鹏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，当过卧底的都知道，街头第一要义就是谨慎，可费正鹏却显得异常随意和松散。起初，陈山只以为他是爱女心切，为了救治重伤昏迷的于小婉而心神不宁。可费正鹏一个折纸的动作，却让陈山心里猛地一惊，因为在大哥陈和牺牲前，曾告诉过他一个秘密：于小婉的生父当年也是我党的一名同志，可最后却遭到了叛徒的出卖而惨死。组织的调查过后，只知道那个叛徒代号骆驼，而这个骆驼有一个极为隐秘的习惯，他折纸时总会折成一种独特的双三角形状，而费正鹏身为于小婉的养父又会这种折法。陈山可不会傻到以为这是巧合，但他眼下只能强压住内心的惊涛骇浪，装作不知情，并在街头结束后转身离开。而他前脚刚走，后脚大批鬼子就呼啸而至。看着荒木走进书店，陈山心里一沉，他彻底断定费正鹏作为一个叛变过一次的人，已经选择了第二次叛变。而陈山并非杞人忧天，我认为他这个推断是基于对叛徒心理的深刻洞察。因为忠诚这个东西对某些人来说就像一层窗户纸，第一次捅破时需要巨大的挣扎和自我说服，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，可一旦捅破了，这层纸就没了。当他再次面临生死抉择或更大利益诱惑时，他背叛的心理成本和道德障碍几乎降为零。费正鹏就是这种人，对他来说忠诚不是信仰，只是可以随时交换的价码。所以陈山没有丝毫犹豫，扭头就跑。他不是逃兵，他是去争分夺秒拯救真正的同志。只见他飞奔回家，立马通知张离撤离。费正鹏暴露了，公主你只是时间问题。要走一起走。我不能走，我还要拿到黄志忠手里的重庆兵工厂分部图。你现在都自身难保，那你什么时候走？张离，你要相信我，你先走，我就能把一切事情推给你。这里可能不少人会认为陈山这是为了完成任务不要命了，可我认为陈山在这里下了一盘惊天豪赌，赌的不是运气，而是人性，赌的就是费正鹏那份扭曲又深沉的父爱。费正鹏的赎罪心理是陈山敢于留下来的唯一底牌。他早年背叛害死了同志，所以他把同志的女儿于小婉收为养女，这是一种心理补偿，一种扭曲的赎罪。所以这么多年他对于小婉百依百顺，于小婉就是他良心上最后的遮羞布。为了治好昏迷的于小婉，他可以废寝忘食，而于小婉恰恰深爱着陈山。在费正鹏眼里，陈山就是他内定的干女婿，出卖陈山就等于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，等于撕掉自己最后那块遮羞布。而此刻的张离也明白，如果两人全部撤离之后，想要再次打入鬼子内部将难如登天，哪怕心中再不舍，他也只能按照陈山的计划行动。而费正鹏这边也如陈山所料，当荒木带着大批鬼子冲入屋内时，费正鹏根本没有丝毫慌张，甚至还贴心的给荒木煮了碗面，这可比只会吃独食不敢花1分钱的赵处长会来事。荒木还没开口，费正鹏就直接选择了投诚，卖掉了张离。那陈山是什么人？他不过是被美人计迷昏了头，完全被张力利用。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作聪明的笨蛋。费正鹏的话荒木自然不会全信，但不管信不信都不耽误他下令抓人。可等千田带着鬼子赶往陈山家中时，却只看见一个正在上厕所看报纸的陈山。而此刻陈山也是立马开始表演。千田，你什么意思？出什么事了？荒木先生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张离在哪里？这张离去医院看小婉了。张离去医院陪于小婉。去医院把张离给我请回来，直接带到我的别院。是。陈山这影帝级的演技，直接让千田白跑了一趟医院。等被带到上公馆，他在荒木口中得知真相后，立刻装出一副痴情男儿惨遭渣女利用的模样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诉说自己的不甘。可荒木哪会那么容易被蒙骗？只见佣人端来了一碗新鲜出炉的河豚汤，荒木的要求很简单，就是当着他的面喝下，用命来证明自己的忠诚。这里我必须得科普一下，河豚毒素是自然界最强的神经毒素之一，中毒之后它会迅速阻断你的神经信号，但你的大脑却全程清醒，你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从嘴唇、指尖开始麻痹，然后呼吸机瘫痪，最后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窒息而死。哪怕如今医学发达，一旦抢救不及时，小命就会不保，更别说在当时那个时代。所以我认为荒木根本不是在考验陈山的忠诚，他是在进行一场魔鬼的面试。他想看的不是陈山会不会喝，而是陈山怎么喝。一个真正心灰意冷、万念俱灰的人，他喝毒汤的姿态和眼神是演不出来的。荒木为这个老狐狸
他要观察的就是陈山在面对必死局面时的微表情和反应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站队问题，而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心理学极限测试。而此刻的陈山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不喝，荒木可能抬手就是一枪，喝了只能赌自己还有利用价值。荒木会及时抢救，随着他一饮而尽，脸色立马就露出了痛苦的表情。而等他再次清醒，见到的不是阎王爷，而是荒木这个活阎王。面对荒木的审视，他立马摇尾示好，大彻大悟。看来我还活着。猫有9条命，你的命比猫大。就算我有10条命啊，还不是全攥在你手里。这死过一次，他活明白了，但是就是不知道是真明白还是假明白。大彻大悟。或许是陈山演技太好，又或许是荒木另有所图。在陈山清醒后，他并没有再为难，而是直接下令，2天内如果不能亲手把张离揪出来，那他就送他们姓陈的一家上路。而荒木走后，投诚的费正鹏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他假惺惺的来劝降，摆出一副为你好的嘴脸，还特意提醒陈山，要不是看在于小婉喜欢他的份上，自己根本不会保他。在费正鹏看来，只要陈山能抓住张离，他就能想办法让他和小婉离开，同时也能保全陈家人。可他以为陈山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拿捏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此刻面对的是一头刚刚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的、被彻底激怒的猛虎。那你现在也可以把我轰出去啊？你以为我不敢？大不了我跟日本人说，飞虎队队员还活着，就是你救的。他们手上那份重庆兵工厂地图也是假的，你都是幕后的功臣。我有的是办法把你拖下水。你好好想想，戴老板有仇必报。你扇了他的耳光，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来报仇的。你要是想救小婉，想活下去，从现在开始听我的。你发现了没？陈山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从棋子到棋手的转变。他精准地找到了费正鹏的3个弱点：一是怕被军统追杀的恐惧；2是两头不讨好、孤立无援的绝望；3是想救于小婉的欲望。他几句话直接拿捏住了费正鹏的命脉。他不是在求费正鹏，他是在告诉费正鹏，我是你活下去的唯一解药。这已经不是威胁，这是操纵。短短几分钟的交锋，攻守之势瞬间逆转。刚才还高高在上的费正鹏，此刻已经冷汗直流，彻底被陈山拿捏。那个把他推下悬崖的叛徒，现在成了他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故事到这里，表面上陈山接下了一个抓捕同志、背叛信仰的必死任务，但暗地里他已经成功策反了敌人阵营里的关键人物，布下了一张反杀的天罗地网。那么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戏，他到底要怎么唱？猎人与猎物的游戏，谁又将笑到最后？我们下集接着聊。